本月会遇到你全年最幸运的一天。当你觉得某个行动需要额外的好运和支持时，请听从内心的声音，享受宇宙的能量。看起来我们的答案是相同的。这件事让你这么开心吗？那我倒是更愿意理解为，是现在的我们越来越相似，才做出了一样的选择。比起命运的安排，我更想把它归咎于你。我只是也想体验下被好运砸中的感觉。毕竟，我也会有想要期待的事。或许我们可以做几个晴天娃娃挂起来。就让他们去吧。此时此刻，我只想和你一起做一个甜甜的梦。期待不会落空的。虽然不知道到时候具体会发生什么事，但我相信整个宇宙都会来帮你的忙。而那时候的你，也记得要给我好运和支持。
曾教授，有什么事吗？打扰您休息了，打这通电话是有几个好消息想告诉您。一是，我手头这个项目在今天有了很重大的突破，想必后续会顺利很多。太好了，大家都很开心吧？是啊，我们还生怕是误测，专门交叉验证了好多次，从半夜一直核算到现在，这才确定没有问题。现在回头想想，这个项目从立项到现在，真是过了好长的时间啊。这是你带到我实验室的项目，只论在生科所的时间就有大约3年，如果算上你之前独立研究的时间，那大概是7年。7年过8个月，我还一度以为自己可能要再等个几年才能看到实验进展，看来我还是挺幸运的。恭喜你。同喜，毕竟说不定再过几年就可以用生科所的名义发论文了。总之，我们再整理一下资料，等您下周到所里的时候，我们再详细聊一下具体情况。好，接下来几天如果不赶时间的话，也给组里的研究员们适当放个假吧。大家最近都辛苦了。会的，会的。我看刚刚等数据的时候，就已经有几个年轻人计划去看海了。那我等着通过大家的休假申请。不过你刚刚说几个好消息，是还有什么喜讯吗？哦，是这样，您不是投了2篇论文吗？今天收到消息，2篇都通过了。我还以为审稿人会再多提几轮意见。是啊，所以今天消息一来，小罗高兴坏了，还问我要不要一起去还愿。我是没精力跟他跑，也不大信这些。不过，今天倒确实称得上是个幸运日了。幸运日吗？您刚刚说什么？啊，没什么，只是觉得人偶尔是会需要一点好运气。毕竟很多时候，我们的准备和努力，不就是为了等那一点点运气来敲门吗？那看来，今天就算是这个敲门的日子了。是啊。还有，我们下周3晚上打算一起吃顿饭庆祝一下。如果您有时间，不妨带上家属一起来。好，我之后会问问他的。那我就不打扰您了，祝您周末愉快，再见。
要达到这种程度的话，我恐怕还要继续努力。不过在和云层的赛跑中获胜，我的确很开心。这么夸张吗？那我要忍不住骄傲了。能成为你开心的理由，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。天气这么好，我们再走一走吧。我们好像走到了月老庙附近，只不过通常走的是那边的大路。这个时间点，庙宇应该还没关门，要去转转吗？我想有位小姑娘会喜欢这种巧合。或许是在追逐蝴蝶吧。看来他抓住了。我也很好奇。走吧，不知道世界会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答案。
怎么会？我刚才也是很认真的在寻找的，只不过……负责书院台的老先生似乎把我们当成奇怪的人了，断断续续的打量了我们好几次。实不相瞒，我刚刚在思考，如果他等下实在好奇走过来的话，我应该如何向他解释？居然需要这么正式的理由吗？我反倒觉得月老会喜欢我们最真实的想法。我的爱人有一颗纯粹又浪漫的心，他想回握住一份属于我们的幸福和缘分，而我希望他能如愿。应该来得及。
要是能亲一会儿就好了，一小会儿就足够了。是我，拍摄还顺利吗？其实，我现在正在去片场的路上，还有一会儿就到。我知道的，所以我也在回味。我有这么坏心眼吗？我明明是觉得你实在是很可爱，从你的眼睛看出去，世界美好又奇妙。它回应了你的期盼，送来了奇迹。而和你在一起后，总能遇到很多不讲道理，要追寻探究的小概率事件。你的存在，让我已经习惯奇迹自然发生。这不神奇吗？那不行，还是让我认输吧。没有，不过我前段时间去探望了文婆婆，这件事婆婆可以作证的。
我承认，我很喜欢你这样看着我。事实上，我也并不想打断这一刻。如果我说是情有可原呢？有一个美好的画面，我不希望你错过。准确地说，是我想和你一起经历。明天我们去放风筝吧。
我们快到家了。去附近那家大排档吃点夜宵吧。天气预报说，明天降雨的概率大概有80%。好在还有20%的可能性。这么明显吗？我明明想尽可能地表现得更洒脱一点的。如果你很急的话，我可以让你先来的。当然，我也很乐意把这个时间留给我们一起。那我会快点的。原来有位小姑娘，当时真的醒着。
哦，原来你是一直没睡。那恐怕真的要通宵了。毕竟像是这样的时刻，我似乎总会有很多话想对你说。只是这样就会幸福吗？其实，凌晨开始下雨的时候，我感到了不安、挫败、沮丧，甚至还有期待。我忍不住地想，或许我的这份邀请太过突然，我应该再多思考下，或者说再多做些准备，起码也要看看天气预报。在任何不可控的条件下，执意推进一项高难度实验，失败才是常态。但可惜，认知与选择并不总是一致。想到我的冲动可能会让你的期盼落空，多少有些不甘心。你没有担心吗？世界很大，不会所有的地方都在下雨。我只是习惯于准备各种假设。雨停后我就睡着了，而且睡得很好，因为我期待的事发生了，是奇迹。下雨后，我开始期待一份奇迹。他听到了我有多虔诚，所以全世界都来帮忙了。我现在觉得，今天好像就是我们全年最幸运的一天。对，你要负责。我再试一次。
我刚才确认了实时的风速和风力、空气湿度，可是虽然现在的风力不足以让风筝飞起来，但理论上来说，我的速度已经足够了。是风筝不够轻吗？还是结构不稳定？我知道问题在哪里了。这只风筝被搁置了太久，就算保存得当，纸面也会出现轻微的反潮和重心不稳。或许在拖着它的时候，我可以稍微调整角度，向左侧倾斜大约8度左右。我们再试一次。老师，我是一个笨学生，这么简单的一件事都学不会。
是啊，很难。好像每次这样的时刻，我都有些狼狈与笨拙。不是的，我很庆幸你看到了这一切。只是我难免会想，如果拉着线的是你，这件事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复杂了？我一边想要让你主导这一切，但又忍不住想要一个人做很多。这也是爱吗？但我又有些庆幸此刻面前的人是你。这也是爱吗？再多教教我吧。
现在是放风筝教学的第2个步骤吗？老师说的是。是吗？我以为这叫做举一反三，融会贯通。毕竟这门课程你已经教会我很多了，我总要更努力些才是。你为什么之前没有提起这件事呢？因为曾经的我会害怕。当我远离你时，爱你越深；当我越靠近你，又越觉得还不够。不够坦诚，不够勇敢，不够真实。
大概在很久之前，我就准备了它，并且记录下了很多时刻。在每一个我觉得自己离完成这件事更进一步的时候，我就会在这只风筝上系一个结。它们既是我的坦诚与勇气，又是我的犹豫与踌躇。就像是一道未解的课题，在给出新的答案前，它会反复出现，让我一次又一次的探索，让我无时无刻的面对它，反复思考。但是我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个约定。事实上，在过去的很多时候，我时常会想起它。而每当我想到这件事，我会清晰地感到一种变化，是一种生根发芽的感觉。它一点点蔓延，直到将整颗心填满，直到蓬勃而出。这种感觉让我开心又满足，可是我却很贪心的想要独享。原来我是一个这么胆怯又自私的人。那就始终为我烦恼吧。在你教会我更多之前，我希望我能成为让你永远钻研与探究的课题。起风了。
今天天气很好，就算不是春天也很好。而我一步步走到你的面前了。我们的风筝飞起来了。我爱你，我爱你。就算我依然没有对爱的全部释义，就算我是你多么笨的学生，但此刻，我知道，我爱你。我知道，因为我感受到了爱。